眼前这辆2002款的法拉利360是康纳刚接到比较赚钱的新项目。由于车主在上班时遇到水坑，车子在失控时发生旋转，撞击到了尾部的1/4面板，轮毂也受到了损伤。幸运的是，其他地方都是完好的。车主为了修好自己的宝贝车，直接将车子带到当地有名的修复大师这里。像这样的事故在康纳这里修复是非常容易的，而且他还非常喜欢修这样的豪车，修复起来简单不说，赚的也多。按照惯例，首先要设计出切割的路线，他要在右侧小玻璃上方切割，然后去掉车门处固定的铆钉，而车后也得换一个新的保险杠，排气管明显也需要换一个新的。要是经常看我作品的话，基本都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，那就是先将车子架起来，取下爱式的轮胎，然后就是内部的挡泥板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法拉利的1/4面板是非常简单的，内部结构非常清晰，只有外部的一层，不像上个作品中的 GT2 那样里面都是拼接的，拆解起来都比 GT2 简单很多。之所以法拉利比 GT2 贵，那都是有原因的，你就看看人家下面的主梁就知道了，用料非常的扎实，拆解也十分的简单。等康纳拆掉保险杠后，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车子尾部相当的完整，没有发生扭曲的现象。接下来就是要切割1/4面板了，他先用角磨机切掉后部的支撑，然后顺着胶带将上部分的面板切开，这简直就是一个暴力切割。很快整个板面就被拿了下来，接着他就拿着专用的砂轮磨掉上面每一处锚点，就像康纳所说一样，这样的修复就像拿到了一张金卡，既简单又快捷，修复的费用还高。你要知道，别的车型光修复这1/4面板就要花费20倍以上的时间，正所谓时间就是金钱，他恨不得以后多几个这样的车来修复，那可真是赚得盆满钵满呢。接着就开始处理新的面板，并且拿到车身上比对，然后不断的调整上方位置，直到尾部部分对齐后，就开始处理细节部分。而康纳每次接缝处都会在下面放一个铝片，这样能在焊接时更好的附着在上面，不会出现裂开的现象。等这部分处理好后，整个1/4板面就处理的差不多了。但在焊接之前，他必须先切割掉右侧的支架，并且拆掉尾部损坏的排气系统。这套排气都是钛合金的材料。当康纳拿下排气管时，发现这套排气系统非常的轻，大约也就25磅左右。鉴于法拉利部件昂贵的价格，康纳决定将其送到专业的部门维修一下，重新设计一下排气系统。要我说，这个排气管拿到国内很容易就修复了，干嘛要花高价钱去重新制作？难道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？这时就到了焊接阶段，康纳的父亲就又上场了。他先把新的支架焊接上去，而康纳却成了搭把手的小工。这可真是术业有专攻，各有各的用处。你就看这焊缝就能感觉得出来，这老师傅的焊接技术得有多娴熟，没有个10几年的经验绝对焊接不出来。等他将所有地方都焊接好后，接下来就是康纳的活了。他将法拉利专用的铆钉一个个的拉上去，然后拿着工具对焊缝进行打磨处理。像这样的工作，康纳每天都在做，所以非常的驾轻就熟。等都被处理好后，就到了补腻子阶段。正所谓钣金好不好，全靠腻子找。康纳也深得其中的精髓，工作之余还不忘给自己杰出的工作点一个赞。像这样的修复，其实难点就在于色差的问题。如果油漆配置不好，在阳光下看出色差来，那样整个修复就宣告失败了。所以每一次处理漆面前，都要用仪器获取漆面的颜色代码，然后由专业部门找出油漆的配置比例。这样一来二去的，油漆也成为了修复豪车比较昂贵的一项。他们先用塑料布覆盖上整个车身，然后将要喷漆的地方抠出来。等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，就将调制好的油漆喷到了车身上。这时一个老车就焕然一新了，整个漆面喷涂的很是到位，没有任何的瑕疵，看着非常的棒。等漆面彻底风干后，康纳就把车子重新开回了车厂，之前购买的新套件都到货了，他将其都一一安装上去。这时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好像安装要比拆卸来的容易一些，就像二手房和新房装修一样，新房总要比二手房装修来的简单一点。你们是否也有同感呢？等康纳把保险杠安装上去后，这台2002年的法拉利360就修复完成了，轮毂也被换成了新的。让我们一起欣赏下修复后的效果。康纳的修复还是那么的专业，一点都看不出来是被修复过的。而且这次的修复只用了不到4天时间，真是一个又快又赚钱的好项目。但我总觉得现在的轮毂没有之前的金色轮毂好看，你们觉得呢？在这里，狼叔祝大家2023年新年快乐，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开上自己心仪的爱车，并且谢谢各位粉丝在1年多时间里的陪伴，我会更加努力给大家带来好的作品，你们的支持才是我创作的动力。